大家好，我是温拿，这是我养台北巨山蚁的第2个月全记录。想看第1个月的，请点右上角的连结。第1个月的时候是从13只公蚁变成12只，毕竟我是在虾皮买去年的小群落，有可能公蚁的寿命到了，第1只公蚁也要付出更大的工作分量。不过第1个月的幼虫有持续成长，也结了5颗茧，到了第2个月的第8天结了第6颗茧，上下重叠在一起，镜头上比较不明显，幼虫也不少，都有持续成长。到了第2个月的第13天，又多了新的茧，群落看起来还是稳定成长中，有稳定的出新的卵幼，也有增加新的茧，茧有大有小，不知道出来的公蚁体型会不会有明显的差异？这只巨大的幼虫希望能出中型或大型公蚁。这是另一个角度所拍摄的，刚好公蚁把幼虫拉到旁边去，看得出来幼虫都比旁边的茧还要大颗了。到了第2个月的第16天，终于出新的公蚁了。这个是茧的壳，总算是回复到了13只公蚁，跟我刚入手时一样，1只以后加上13只公蚁。但群落大小比我刚入手时成长不少，养了1个半月，多了不少的幼虫跟茧。不少蚁友都说，台北巨山蚁就算第1年成长很慢，持续性的照顾，第2年还是能到100只公蚁。希望我的也能在今年成长到100只公蚁。第2个月的第18天，又有新的公蚁破茧而出了。由于每一次的拍摄都需要对巢体补光，为了避免过度打扰，我偶尔改成拍摄喂食区。关于蚂蚁饲料的部分，我都是无限供应，2天左右会更换一次。5毫米大小的樱桃红章则是1天1只，替群落提供足够的蛋白质，才能快速成长。到了第2个月第23天，群落的发展有点意外，茧的数量虽然暴增，但茧似乎有一点小颗，卵跟幼虫还是有持续性增加，看起来群落没问题。可能是小型公蚁的幼虫期比较短。到了第2个月的第25天，又出了2只公蚁，群落成长到了16只公蚁了。看了一下蚁巢的部分，出了1只中型的公蚁，看起来群落成长到10几只小型公蚁。以后觉得群落的食物稳定，就会出产中型公蚁。影片上可能不明显，但跟旁边的公蚁比较，还是有体型上的差距。茧的数量来到了17颗，有2颗茧看起来特别大，应该有机会出中型公蚁。到了第2个月的第30天，同时出了3只公蚁，公蚁的数量也来到了19只。公蚁的数量终于达到出生大于死亡。整个群落的发展还是非常的顺利，一直保持在卵幼茧同时存在的稳定循环。下面我想要分享资深蚁友传授给我养台北巨山蚁的技巧。大部分的人养台北巨山蚁都会遇到第1年公蚁数卡住的问题，就是群落成长到一定的数量以后，就不再生出新的公蚁，可能卡在8只、10只、12或13只。这是新手最常见的问题。问题就出在多数人的认知，刚抓到的蚁后都是先养在试管里面，等公蚁数量成长到20只以上，再换到巢里面，避免小群落入大巢，造成公蚁大量死亡。正常蚂蚁新的蚁后都是用这种养法。我自己的西式巨山蚁也是这样子养，养到20只公蚁后，换到最小的蚁巢，开始喂食小只的樱桃红蟑螂，养了1年，也成长到了约400只公蚁。但这个方法不适用在台北巨山蚁，因为台北巨山蚁的公蚁体型比较大，幼虫跟蚂蚁需要的蛋白质也比同数量的其他蚂蚁多。公蚁数在5到6只时，就可以接一个小的喂食区，就类似图片中的这种，这样才能给蚂蚁吃蟑螂或是其他昆虫。一般的蚂蚁饲料蛋白质比例是固定的，成年的蚂蚁主要是吃液态的饲料，饲料的主要成分是糖类比例约70%，但是蚂蚁的幼虫需要高蛋白质才能成长。当蚂蚁群落能取得的蛋白质不够时，以后
会优先保证自身跟工蚁的存活，选择停产或是吃掉卵跟幼虫。这就是台北巨山蚁工蚁成长会停止的主要原因。没有试管，不敢给蚂蚁吃昆虫，免得污染试管，结果导致蛋白质不足，以后不产卵。他的做法是5只工蚁时就接上喂食区，一开始每个星期给1只5毫米的蟑螂就够了。等工蚁成长到10只以上，会根据幼虫的数量增加蟑螂的数量。如果喂食蟑螂时，工蚁直接把蟑螂拉进巢里面，代表群落非常需要蛋白质。他隔天会看蚂蚁有没有吃完蟑螂，有吃完会再给1只蟑螂。我自己是给烫过的蟑螂。工蚁如果把蟑螂直接拖进去蚁巢里面，隔天有吃完就继续丢蟑螂下去，一直到工蚁确认蟑螂不会动，还不管蟑螂时，就代表群落目前不需要额外的蛋白质。这时候可以停个2到3天，再继续给蚂蚁蛋白质，避免昆虫的尸体太多，产生霉菌或螨虫。这个方法能帮忙判断要给蚂蚁多少的蛋白质，还能避免昆虫尸体堆积在蚁巢里面，产生可怕的黄色霉菌。黄色霉菌能快速杀死蚂蚁。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台湾蚁窟的影片，有2集有讲到蚂蚁感染黄霉，我会放在说明处。黄色霉菌其实就是黄曲霉菌，学名叫做 Aspergillus flavus。黄曲霉菌寄生后会产生黄曲毒素，学名叫 aflatoxin。aflatoxin 是一种剧毒物质，正常黄色霉菌不会感染在活的动物身上，蚂蚁本身也会分泌对抗霉菌的化学物质。黄色霉菌主要是感染在食物上面，例如稻米、面粉、面包、榛果、核桃、杏仁、玉米、花生、黄豆等谷物，或是由谷物制成的食品。只要是把谷物放在温暖、潮湿、不通风的地方，就会感染黄色霉菌。这一点大家都知道，蚂蚁的蚁巢刚好就是温暖、潮湿、不通风的环境。如果昆虫尸体长期放在蚁巢里面，就有几率感染到黄色霉菌。当黄色霉菌数量过多时，超过了蚂蚁能够负担的数量，就会感染到活的蚂蚁身上，造成蚂蚁大量死亡。死掉的蚂蚁又继续培养黄色霉菌，最后整个蚁巢都死光。应该很多养蚂蚁的人都有类似的经验，老手才会说不要让蚁巢堆满尸体。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喂食太多昆虫，蚁巢也不要过大，避免蚂蚁在蚁巢里面堆积昆虫尸体。这一集就先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这一集影片先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